一定会没事的。妈妈在这儿。医生，我女儿怎么样？你女儿因吃隔夜菜引发酸中毒，送来的时间太晚了，出现了器官衰竭，请家属签一下病危通知单吧。太太，情况紧急，快一点。医生，我女儿今年5岁，我求求你，你一定要救救她！我求求你，我不能没有她，我真不给你做什么。您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尽力的。谢谢。老公，你到底去哪儿了？宁宁这……宁宁又耍什么公主脾气？我在加班，不说了。不是，他求求。亲爱的，幸好你今天能够及时过来。爸爸真好。我儿子没事就行。这个声音，哎呀，你不接吗？没什么事情，比你们母子更重要了。孟晨儿，不说你在加班吗？孟爸爸，孟子睿，我跟你说多少遍了，在外人面前不能喊孟爸爸。爸爸，孟晨儿，你是不是该给我个解释？孟太太，你可千万不要误会了，是我今天儿子在家里不小心跌倒了，孟总心地善良，在家长群里看到，就立刻过来帮我了。所以，你刚刚着急忙慌跑出去是去接他们母子了？石兰，柔柔他们孤儿寡母的，我们家长委员本就应该关心一下啊，别误会。我多想你亲生孩子的死活不管，跑去见你的情妇和私生子，你叫我不要多想。我和柔柔那只是嫁匪之间的关系，你别往人身上泼脏水。你现在就是在这无理取闹。我无理取闹？你说，你刚刚叫他什么？你刚刚叫他什么？哎，瑞瑞，你没事吧？怎么，这就心疼你的私生子了？完了，别误会，他不是我私生子。这泼妇对我大孙子做了什么？这泼妇对我大孙子做了什么？原来你们早就知道他们的好事，不像一个傻子一样被你们骗了8年。云柔姐这些年一个人带着孩子，我哥不就是看她不容易才搭一把手的吗？这能代表什么？就是，这云柔和陈安是发小，是好姑娘，你就不要闹情绪。我闹情绪？我问你，你是不是给宁宁喂隔夜饭？说过多少次，隔夜的饭菜不能留，不能留，你为什么还要给他喂隔夜饭？石兰，看好孩子也是你的失职，你别在这甩锅。我甩锅？好，就算你妈不是故意的，那你呢？你这个混蛋！
就是今晚看到了我送了柔柔他们母子吗？你心里不平衡。我回去就给你买礼物。花我的钱给我买礼物？你说什么？什么他的钱？你什么意思？我哥已经给你台阶下了，你还发什么邪火？雪姨，都是我不好，这么晚了，我不该去麻烦陈安的。对不起，孟叔叔，瑞瑞不应该受伤，你就不用来接我了，就不用害姨姨和你吵架了。哎呦，宝贝儿，这不关你的事啊，不关你的事。你看看人家，人家都这么艰难了，还在理解你。再看看你，你就像一个杜甫一样，你在这斤斤计较，连个孩子都容不下，心胸也太狭隘了。这就是我付下了一切的家，这就是我爱了8年的老公。哦，孟长安，不计较，我们离婚吧。什么？离婚？我们离婚吧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我们离婚。妈，现在房子和车子都还在石兰的名下，离了婚，我们住哪？什么？千万不能让你哥净身出户，不能。石兰刚把总经理的位置让给我，我这屁股还没坐热呢。说什么同风与共白头，到头来全是算计。石兰，你说我出轨，你亲眼捉奸在床了吗？来，这是我手机，你随便看，你随便查啊！还不信是不是？我发誓，我只是心疼子睿，他从小没有爸爸啊，咱们不还有女儿宁宁吗？咱们不离婚了，好不好？那我算什么？我生的才是儿子，孟家所有的财产都该是我儿子的。孟长安，我像舔狗一样在你家当牛做马8年，就当喂给白眼狼把我认了。但我真是万万没想到，竟把亲生女儿当做谈判的筹。这婚我离定了。兰兰，你这也太无情了！你真的忍心让孩子没有爸爸吗？就是，宁宁不能没有爸爸。是你们害宁宁现在在重症监护室，别做了你爸。宁宁，她只是吃错了东西，她又不会死。女儿在医院现在不好好的吗？不好了，孩子心理重症，情况危急。宁宁，还好宁宁救回来了。老婆，我错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弥补你们，好不好？妈妈，不哭，我们一起打败坏人。婚内越轨，全家还想吃我绝户，做梦去吧！好。看到没？石兰她就是个软骨头，只要我随便哄哄，她就屁颠屁颠的回到我身边了啊！很抱歉，女士，经鉴定，你的所有包包都是假的。你好，女士，你送来的这枚戒指是高仿。8周年纪念日礼物是假的，生日礼是假的，就连婚戒都是假的。你的爱狗是彻头彻尾的谎言，一切都是假的。原来这么多年，就是被这个家啃得连骨头都不剩的可怜。孟长安，你以为这一切这么容易就结束？你们一家想带着小三儿上位吃我绝户？有不可能！通知小区，
我石兰从今日起回归苍兰诀，收回孟承安的一切资产，我给他的一切，我一样全都能。小三想逼我上位，那咱们斗，看谁最后跪地求饶。你还愣着干什么呀？赶紧拿我儿子的衣服，然后去做饭呢！我就知道，伺候我8年的舔狗怎么会轻易改变？儿子，这石兰在闹哪出啊？她不会还想跟你割席吧？啊，我可这些年哪次不是我随随便便哄哄他就回来了？妈，你信不信？我数3秒钟，他立马就会滚回来求我原谅。3、2、1，石兰，石兰！儿子，赶紧把公司弄到手，我好接我的子润大官送回家。妈，不急，咱们得确保万无一失。从今以后，我不会再任人拿捏，属于我的，我都要全部拿回来。老板，你居然大驾光临，亲自来巡视店铺啊？有些事情还是要掌握在自己手里的。你们都去忙吧，别管我了。呀，孟太太，真的是你啊？怎么还在鞋店里做起销售来了？哎呀，同样是孟太太，命却不一样。一个呢是豪门太太，不愁吃不愁穿，每天就花钱；另外一个呢却是小小的销售，每天还要出门打工挣生计呀。哦，可真有意思，我还真没看出来，有些人是不是真有那个资格被叫一声孟太太？哎，孟太太，你老公这么宠你，要不就在这店里买几双鞋？既然都是同班孩子的家长，就照顾照顾人家生意嘛。同时呢，也叫人家知道嫁个好老公是多么重要。好啊，既然你们都这么说了，那我要是不买，岂不是显得很没有人情味儿？把你们店里最好的鞋都给我拿过来。想装是吧？我让你装个够！你来服务我，给我试鞋。你来服务我，给我试鞋。你让我给你试鞋？你是店里的员工，我身为顾客，让你给我试鞋有问题吗？当然没有。我的意思是，怕那些普通的鞋配不上孟太太您尊贵的身份。小丽啊，把贵宾区里的鞋子给我拿过来。哎呦，我瞧着吧，这店里的鞋子确实跟孟太太一样，上不了档次。你说，就这种下等货色，能上脚穿吗？一个码只有1双，不是很尊贵的客人啊，都舍不得拿出来给他们试呢。而且这些客人，小事他们都不看到，他们呀，喜欢也买不起，哪像孟太太您呀，买东西从来不看价格。
好歹是孟太太，像我们普通人来了都没有机会见到这么名贵精致的鞋子。你这个销售确实有眼光，不错。太太，那这几双也一并给您带上吧。你每天接送孩子，还有那么多应酬，想必肯定是穿得过来的。太太们，你们快说说孟太太，一来我店里，要不买，一买就是好几双意大利手工限量的。太太的生活可真叫人羡慕呀。孟太太，你真是我们女人中的榜样，花钱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呢。我们都太羡慕你啦。太太，怎么样？结账吧。花几千块钱买个面子装装，其实吧，这价格对我来说根本就无所谓。那就结账吧。孟太太，这几双鞋一共是88万8，给您打个折88万，您刷卡。怎么了，孟太太？我看您一身名牌，该不会是买不起吧？商区这边还真是块硬骨头，想私下转移收入当中还得费些时日。哎，这不是孟总吗？孟太太，你可以让孟总为你付钱呀。孟总，这儿你看在这 shopping 呢，快过来。孟总，孟太太看上了这几双鞋，齐购88万，很划算的，就当送太太礼物了。啊，这，那就谢谢孟总了。怎么，孟总跟这位孟太太关系匪浅啊？还要帮她付钱？哎，这些啊都是孩子的家长啊，咱们在外面大方点儿，才不会让人看不起嘛。而且咱孩子在幼儿园不得有面啊。拿我的钱去给小三儿撑场，真是连吃带拿啊！看我怎么揭穿你这个凤凰男！好啊，正好这家店是苍兰集团旗下店铺，您又是苍兰集团的老总，还是超级 VIP， 享有超级特权啊！对呀，我堂堂总经理，拥有集团免单特权。小郑，过来，这些，把这些全部给我打包。好的，一共388万。啊，全部给我免单了啊！还有这些小配货，全部送给这些夫人。云柔姐，我们可都是沾了你的光啦！为了太太一掷千金，不愧是超级富豪总裁孟总啊！嫁个好老公就是不一样，老板说免单就免单。对不起，您没有免单特权。请您先网上支付，我们再帮你打包呢。怎么回事？孟总不是老板吗？怎么会连免单特权都没有呢？该不会是装的吧？你怎么做事的？连我都不认识了。我孟成还在自家集团买东西，我还要付钱啊！就是，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。你就不信，他一句话就把你给开了？对不起，我们大老板取消了高管在苍兰集团的全部特权，我们这边也是按照指令行事，一共388万。请问孟总，你怎么支付？怎么，堂堂孟总千万身家，还想用特权逃单啊？绝对不会。哦，难不成孟总兜里连张有钱的卡都掏不出来？该死，碰我话说的太满了，这不买单岂不被人笑死？石兰，这是你逼我的，我就只能用你的亲属卡。对了，我的亲属卡呢也已经冻结了，某些人可别想再花我的钱。花你的钱？什么花你的钱？你一个只会蹭吃蹭喝的黄脸婆，有几个子儿啊？就敢在这儿嚣张，不就是几百万吗？我就不信了，孟总刷不出来。孟总，如果您确定要的话，麻烦您尽快支付，进行锁单哦。你催什么催？我们肯定要。你是怕孟总跑了不成？就是，人家可是堂堂的大总裁，怎么可能连300万都没有？那大总裁就赶紧付钱呀！销售，对不起，余额不足。
富豪，这不会是假的吧？连几双鞋都买不起，还好意思在这装大款？陈安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会余额不足啊？孟总，这双鞋你还要吗？不要的话，我就让人收起来了。收什么收？我们肯定要啊！陈安，那张卡说不定就是石兰故意刷完让你难堪的，再换一张卡不就行了吗？石兰，恢复特权啊！孟总，你想要装大款就花钱呀，这样别人才能看得出你的实力嘛，对不对？石兰，你别玩了，我知道你看我给云龙买东西，你吃醋了，以后离他远点不就好了吗？你赶紧给销售说一下，帮我免单了。啊，免单！堂堂孟总不会真的要白吃白喝吧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什么白吃白喝？陈安，你在犹豫什么呀？再不付款，咱们面子里子都丢光了。但是孟总要真是老板的话，这销售员也不能这么没有眼力劲儿啊！是啊，谁跟你说他是集团老板啊？我是集团总经理，我让你免单，你就得给我免单。老板，有人想要越级使用特权，拒不付款，请老板指示。老板，不是孟总吗？他不就是一个销售员吗？怎么变成老板了？好了，这么多太太呢，你问问他们有没有人愿意跟你 AA 一下，帮你分摊。毕竟你们平时那么大方请客，他们总不好意思白占你们便宜，不帮你们忙的。我们可没说要买，是他自己说要送给我们的，现在要我们自己付钱了，哪有这样的道理？看起来太太们有些爱莫能助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云柔小姐，你不是一般最看不起那些蹭吃蹭喝的吸血鬼吗？你这名贵的项链和这一身名牌，努力凑凑，估计能凑个10几万。不可能！谁让我告诉你，我的东西你想都别想。看来大家还是高看你们，一位贵夫人，一位老总，居然连我这里几双鞋都买不起。谁说的呀？不就是些过时的二手玩意儿吗？我早就想把它们丢了。这可是顶级的菲拉宝钻石，还有爱马仕限量版包包，这下总该够了吧？远远不够，我要你全部脱单。好，我行了，你的这些二手货跟二手男人一样不值钱。小丽啊，把这些烂货给我清出去，省得在这碍我的眼。石兰，别太过分了，想故意惹我生气，吸引我的注意吧？石兰，你什么时候心思变得这么龌龊了？算了，陈安，我没事儿，我们先回去吧。今天就用家里的保时捷送我回家吧。好。那辆保时捷啊，早就被我卖了，小三儿坐过的，脏的跟什么似的。石兰，别太过分了。老板，最新款的兰博基尼已经提车了，车就在商场的门口等着。石兰，你就知道用这种小手段来讨我开心啊！集团既然给我买了新车，那我就勉为其难体验一下了。今天我就放过你，再有下次，我可就没那么好说话了。小肉，你走。他们俩就是一丘之貉，你要清醒点。赵秘书，对不起，石总，我知道你对孟总一往情深，是我得罪。没关系，你提醒的对，放心吧，以后我再也不会被小人蒙蔽。下班吧，我要去接宁宁放学。哇，
好炫的兰博基尼呀！孟总不愧是商业翘楚，连车都这么上档次。今儿啊，我算是见世面了。孟总，这辆车只允许太太。我的车，我爱给谁坐就给谁。但是太太说，我说了，让开。你们看，他一个销售，什么时候可以给兰老板的车了？一个员工还能是什么心思？妄想勾搭总裁上位呗！难怪刚刚在鞋店里面故意刁难孟太太，不知廉耻。要我说呀，就是孟总脾气太好了，遇到这种不知廉耻的下属，我早让他滚了。说的对，像这种心思不正的坏蛋，就应该让他滚蛋！小三滚蛋！小三滚蛋！小三滚蛋！孟总，您说到底该谁滚蛋？开车！太太还没上车呢。对呀，太太还没上车呢。学柔不是已经在车上了吗？为什么他说还没上车啊？这司机好像也不给孟总面子，根本不听他的话。难道这车不是孟总的？真是可笑！孟总坐自己家的车，难不成还要请示你一个员工？你该不会说孟家的所有人都要听你的指示？没错，我让孟。若是有人敢往西呀，就别怪我不留情路。我现在以总经理的身份命令开车。先生，你是不是和太太吵架了？要不你再想想，现在发脾气，太太肯定会收回你的一切，到时候我就做不了你的司机。石兰，你可真行啊，连和司机非要当着所有人的面拆穿我。司机，你是不是还没搞清楚？要不是我批准，财务就不会给你发工资的。我现在立刻马上命令你开车。我就说嘛，一个靠孟总吃饭的司机，怎么可能不听他的话呢？哎呦，怎么办呀？孟总和孟太太马上就要开豪车走了，你就在这儿望眼欲穿吧。这车他开不走，你有完没完啊？连司机都要看。你怎么回事？孟总怎么被司机推下来了？是下人造反呢，还是孟总根本就没资格坐这车啊？这样下去，我吃软饭包小三的事情就会被曝。我现在呢要去接宁宁回家了，你们两个就坐公车。石兰，我是堂堂孟氏掌权人，也是苍兰集团总裁，你让我坐公交？哎，你一个销售，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员工，蹭老板的车就算了，怎么还敢把老板赶下来？你真当自己是主人了？孟总就是太给他脸了，让他分不清尊卑。依我看，这种人赶紧开除得了。苍兰集团总裁，用不用我告诉你，你的总裁是谁赏？石兰，非要这样吗？现在在鞋店你已经让我颜面扫地了，要不是看在你给我买这辆车的份上，我早就翻脸了。今天就算你下跪求我，我也不一定会原谅你。哦，我还真不需要你，我的薪酬不允许你垫面。他的车不是孟总的车吗？石兰，你的忍耐是有限度的，非要弄得大家都难看是吗？放手！如果我今天不坐这车，我霸总的身份不就崩塌了？我脸往哪搁？我想，叫你放手！石兰，你居然敢对孟总动手！动手怎么了？就该给你们点颜色看看。哦，还有孟晨恩，别想再坐我的车了，自己坐公交吧，回去好好反省反省。王司机，我们走。是太太。孟太太，怎么回事？竟然被一个销售欺负上头了？这天下哪有正宫被小三压一头的？看咱们帮你出口气。哼，他只不过就是个下属而已，他那是检测新车的安全性，遛个弯就回来了。信不信我给他打个电话，他立马就滚。就是，他马上就会屁颠屁颠的滚回来。喂，石兰，赶紧给我回来！凭什么？
石兰，到底要我怎么样才能坐上豪车？求人就应该有求人的态度呀，你说呢？石兰，那这样我就先走了啊。求你，你这个态度好像不够真诚啊！跪下，求我。石兰，你要干什么？你要是当众跪下来求我，我考虑让你做得了自己。孟总，你不是说车马上就回来？好，看着吧，我数3秒，我们的车马上就回来。孟总真是又体贴又霸气。3、2、1。晨，你干嘛呢？你干嘛给他跪下？行了，别再给我添乱了。我怎么就添乱了？你现在让他回来，不过就是给他一个跪舔你的机会罢了。给我闭嘴！石兰，给我滚下车！孟总，我说过，我不会再让你玷污我的新车了。石兰，这次你真的触及到我的底线。你的底线？这才哪到哪儿？司机，是太太。石兰，我赢了！你被开除了！太好了，我们宁宁宝贝今天终于出院了。妈妈，宁宁好起来了，可以帮妈妈一起打坏蛋了。谢谢宁宁，但是我们宁宁宝贝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养好身体。今天你外公专门送来一盒顶级药材，100年人参，妈妈回家就给你煲汤喝。谢谢外公，谢谢妈妈。谁让你进了我家门，还敢吃我的东西？我在自己家请他们大吃大喝，怎么的？倒是你在这叫嚷嚷什么劲啊？这人参是我爸特意给宁宁准备的，你们哪来的脸不问自取？这平时也是这样的呀，石兰，你别没事找事啊！这柔柔和热热身体都不好，多吃点补补。至于这宁宁嘛，喝点汤渣得了。啊，你回来的刚好。柔柔呢，最近腰不舒服，你让上次那个金牌理疗专家过来给柔柔按摩。还有，瑞瑞喜欢吃甜品，你马上让米其林3星主厨甜品师做一份甜品送过来。你还杵在这干什么呢？我让你做事，你听不到吗？儿子啊，哎呦，今天一天上班可辛苦了，这人参汤营养高，多吃点补补。看你喝。你还在这磨磨蹭蹭干什么呢？你老公的话现在都不听了是吧？你算哪根葱？我凭什么听你？石兰，今天鞋店的事儿我还没跟你算账呢，你让我当众下跪，这事儿咱们没完。你一个吃我的喝我的软饭男，要跟我算账？你什么意思？石兰，我告诉你，欲擒故纵过了头，只会让我更加反感你。石兰，你既然已经嫁到了我孟家，就要恪守贤妻良母的本分。你若想跟我儿子好好过呢，就必须无条件的对陈安好，别一天到晚整那些勾心斗角的歪门邪道。石兰，现在求情晚了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对你太好，一时得意忘形了？我告诉你，石兰，你今天是真惹到我了。你就算费尽心思，我也不会轻易搭理你。孟晨，你身上这套西装3万8，是我买给你。你好吃好喝供养的这对云柔母子，刷的也是我的卡，就连你住的房子，价值2个亿，那也是我的名字。我头一次见你这种软饭硬吃的，不搭理我还让我哄你，你要不要脸？陈安，我看石兰妹妹该不会是生气了吧？要不我们就不吃了，这就还给她。不要，就他还敢生气？为你们生气，你配？
行走。这好歹的东西！陈安，你听我说，他这摆明了就是想引起你的注意。我都已经收到皇天酒店宴会的菜单了，这不明摆着就是要给你办一个豪华的生日宴吗？这皇天酒店那是全国最高级的酒店，一桌要30万呢，怎么的也得办个180桌吧？依我看，这石楠心里是有你的。你看，这不是使出浑身解数引起你的注意吗？原来舔狗啊，他就是舔狗。我说他今天脾气怎么这么大，原来是想给我惊喜，在生日宴上求我原谅啊。不过儿子，他今天可是违抗父命，你可不能这么轻易原谅他。当然，我一定要让他在生日宴上当着所有人的面求我，好好教训教训。好，我马上就把乡下的亲戚都喊过来，让他们见识见识，我们也是上流社会的人上人了。趁此机会，我要在所有亲戚朋友面前坐实我正牌孟太太的身份。好豪华的酒店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高级的酒店，真不愧是全国顶级酒店，到处金碧辉煌的，就这一个走廊装饰都得好几百万吧。好期待呀，已经迫不及待想见识孟总的生日宴了呢。诗兰，你可真不要脸啊！今天可是孟总的生日宴，你打扮的这么花枝招展，想上位的心思可真明显。就是，昨天不是还不肯跟小少爷道歉，怎么今天就舔着脸来孟总主办的宴会？真不要脸！你要是想使手段舔孟总，就免了吧，趁早滚出去，这不欢迎你。孟承安，就是你到处说这个宴会是你主办的，还要把我赶出去。怎么，石兰，你今天来到这儿，不还是为了讨好我吗？你为什么会觉得我来是为了讨好你？你就装吧，你一个舔狗想上位的心思，谁不知道啊？就是，每次一见面就跟个狗皮膏药一样的，甩都甩不好。孟总邀请你了吗？你还不是屁颠屁颠就跑过来，臭不要脸的！你们算什么东西啊？这儿什么时候轮到你们说话？你好大的胆子！你不过就是孟总的一个小小的销售员，竟敢这样对我说话！你信不信我让孟总开除你？要不是看在今天是孟总的生日的份上，我才不会这么轻易的放过你。生日？孟总，你该不会以为我是来给你过生日？行了，石兰，你就别在这装了。你不是为了我，你还能为了谁？我看你病的还真是不轻，不过也怪我之前眼瞎，往年都把你的生日宴给你操办的风风光光。行了，既然来了，就别废话了，赶紧开门，让我们大家都进去。行啊，既然你想进，我就好好让你进去看看，这场宴会到底为谁而办。看吧，他就像一条舔狗一样，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讨好我的机会。不过这次你想求得我原谅，可就没那么容易了。一个靠公司总裁发工资的员工，还真当自己是主人啊，就敢在这儿嚣张。承安，你这次可得给他点颜色瞧瞧，不然他可学不乖啊。就是，不就是让你带个路吗？还装起来了。好了，大伙儿都进去。今天是我的场子，大家该吃吃，该喝喝，全都由我买单。你又耍什么把戏？还能赶紧开门啊！孟总，你可想好，这门一旦开了，你就没有后悔的余地了。石兰，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惹我，你信不信我找人把你从宴会上扔出去？孟总，你还真没这么大的权。好啊，那就睁大你的狗眼，好好看清楚，今天这个宴会到底为谁而办。
我女儿今天出院逃过一劫，今天是我为她办的洗尘宴，庆祝她平安归来。所以今天根本就不是孟总办的生日宴。孟总，今天不是你的生日吗？怎么变成洗尘宴了？石兰，怎么办的事？把我的生日宴以权谋私变成了洗尘宴，怎么回事？原来是你抢了孟总的宴会呀！你还真是不要脸啊！怎么了，孟总？难不成是你没钱办宴会，想让我帮你办呀？石兰，搞砸了我的生日宴，我限你10分钟，给我恢复成生日宴，快点！孟总，不过一个小小销售，哪来那么大能力掌握你孟家家产，还帮你办生日宴？还是说你自己办不起宴会，想来我女儿的宴会上蹭一蹭？怎么可能？哎呦，孟总，我突然想起来了，隔壁宴会厅还空着，如果你今天愿意出500万，肯定帮你把生日宴办得漂漂亮亮。我呀，作为苍兰集团的一员，自然有义务帮你把这事办好。而且今天来了这么多宾客，你也不想大家扫兴而归吧？孟总，你要没钱办宴会，就好好在这待着吧。我看该认清楚自己位置的人是你吧。陈安，这个女人平时吃你的穿你的就算了，现在还当众羞辱你，我看啊，她就是居心叵测。原来如此，妾室为了勾引孟总不择手段，以为将宴会占为己有就能威胁孟总屈服，跟你在一起，做梦！孟太太，这种妖艳贱货都已经舞到你面前了，你可得好好收拾，给她一个教训。你们想象力可真是丰富。不过我真好奇，云柔到底给你们灌了什么迷魂汤，让你们对她正宫夫人的身份这么坚信？你少在这胡说八道。我跟陈安情投意合，是不会让你这种人插足的。孟太太说得好，我这辈子最看不惯的就是这种插足别人婚姻的小三。大家一起动手，帮孟太太整治小三，给她一个教训，让你得意小气，让你出个够。你放手！得知孟太太今日在此举办宴会，我们皇庭酒店特意送上礼物，奥黛丽王妃同款钻石项链，价值300万，恭贺孟太太到来。哇，好贵重的礼物啊！孟太太，你可太有福气了。是啊，今天是孟总的生日，他还特地让人为你准备了礼物。陈安，你真是太有心了，谢谢你。我没准备礼物啊。看到了吗？这才是正牌太太该有的待遇，而你就嫉妒吧。孟太太，快去收礼，让我们都观摩观摩。你是谁？我们要送的是孟太太，与你何干？孟太太，这份礼物希望你喜欢。谢谢。不是，你们搞错了吧？这位云柔女士才是正牌的孟太太啊！是啊，她就是个趋炎附势想上位的小三儿，你们送错了吧？小三儿，简直是一派胡言！石兰女士与孟承安先生8年前的世纪婚礼，虽然没有对外公开，但内部人员都一清二楚，她才是唯一的孟太太。所以，云柔才是个小三。云柔，怎么回事啊？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不会吧？这云柔真的是小三？她才是小三，那她怎么好意思说自己是正宫，还煽动我们找孟太太麻烦？不是的，你们别听她瞎说，我真的是孟太太。陈安，行了，石兰，你今天把场面搞成这个样子，大家也都承认你是孟太太了，差不多得了。我知道你是故意为了气我，把生日宴改成了洗尘宴，现在该把场地恢复了吧？你不会到现在还以为这场宴会是为你而办的吧？石兰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不好意思，孟太太从头到尾订的都是洗尘宴，没有准备过生日宴。石兰，这次我真的生气了。如果你还想求我原谅，不想被扫地出门的话，我现在命令马上把它解决了。你个入赘的赘婿，
凭什么把我扫地出门？你胡说八道！孟太太没有胡说，苍兰集团属于石兰女士，就连你总裁的位置也是石总给你的，这些你们都不知道吧？所以，你明明就是一个吃软饭的，还跟我说是什么掌权人？不是，我才是真正的豪门。石总，我们只是一时糊涂，都怪他们，我们都是被他们蒙骗的。对啊，之前都是误会，您可千万别跟我们计较啊！都怪这2个人，是他们鸠占鹊巢，恬不知耻。要责怪就责怪他们。王经理，把这些无关人员都给我请出去。我女儿的死时是。石总，石兰。石兰，你什么意思呀？又来了。你宝贝乖，先回房间等妈妈啊。这几天这么作，你真的惹怒我了。哈，行了，别在这装了。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你是我夫人了，满意了吧？可笑，事到如今了，你怎么还能这么不行？你少说那些废话来刺激我。今天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打我的脸，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老公啊？那怎么？你现如今拥有的一切都是我给你，你有什么资格来质问我？是的，你以为你这样做就能在我面前刷存在感了，让我屈服了？我，你想多了。我只想让你知道，没有了我，你什么都不是。石兰，我奉劝你，别跟我对着干，否则只会把我越推越远。兰，你这是要升天呐！这个当婆婆的，早就该教育教育你。是吗？那您说说，今天要怎么教育我？这夫妻俩吵架很正常，你身为孟家的媳妇儿，你怎么能不恪守妇纲，公然挑衅陈安？你看你这几天把他给气的，做的太过了。那我只是想让他看清楚自己的身份，这有错吗？你这孩子，你怎么就听不懂呢？我都是为了你好。哦，那您知道您刚刚打碎的那个东西值多少钱吗？不就是一个破瓷器吗？能值多少钱？那是我爸送给我的乔千里之一，唐代的唐三彩，多少人梦寐以求买都买不到的东西，市场价200万。什么？这么贵？这现在可不是花钱就能买到的活动。不过，看在咱们这么多年的情分上，我就只跟您谈钱。你什么意思啊，死丫头？你这是让我赔钱呐？那怎么了？您损坏了这么名贵的东西，我让您赔钱怎么？200万，要不现在给我，要不就从你儿子每个月的工资里扣。石兰，别太过分了，你无非就是故意想让我跪舔你。又开始白日做梦了。生日宴这笔账，咱们得好好算。好，你要怎么跟我算？我告诉你，这是最后一次你可以求得我原谅的机会。只要你乖乖听话，咱们还能好好相处。来，把这个法人账写一个字，否则这辈子就别想让我大你。既然你们一再得寸进尺，那我就顺势请君入瓮。好啊，孟承安，我曾经对你死心塌地，换来的却是你们全家的背叛。就说石兰在我面前翻不了篇。儿子，还是理你。我会把你渴望已久的荣华富贵一一剥夺。我要让你知道，什么叫做心比天高，一米之遥。
孟总这回可是名副其实的法人了，我看这下公司的人事构造恐怕要翻天覆地了。难怪云柔可以空降成总监，原来是背后有这么个背景啊！就是可怜咱们石总，辛苦扶持孟总上位，如今恐怕要被踹走了。谁让石总心中只有家庭呢？瞧瞧咱们云柔姐这身段，这颜值，难怪孟总喜欢你呢。是啊，云柔姐，孟总对你可真好呀，名牌说买就买，这总监位置也是说给就给，可真是羡慕死我们了。这石兰可真是个冤大头，平时当牛做马，现在连公司都甘愿拱手让人了。石兰这个蠢货，为了孟晨安死心塌地的赚钱，可到头来，这些钱还不是全让我给花了，这感觉可真爽。云柔姐，你可告诉我们点秘诀吧，是怎么让这种高高在上的总裁对你死心塌地的呀？死心塌地，你别逗了，我只不过就是看上他有点小气，能够养得起与他毫无血缘关系的儿子。原来如此。石兰，你该不会以为听见了我的秘密，就能翻出什么浪花来吧？这公司已经易主了，你来干什么？石兰，我知道，你做梦都想让我离开这里，只有我心甘情愿的走，辞职离开这里，你才能拿回他的心嘛。想让我走也可以啊，拿钱砸我呗。这样吧，就市中心那套价值2个亿的别墅，你过户给我。哦，还有，像兰博基尼那种级别的豪车，你得多给我配几辆。还有呢？还有公司，我要的也不多，20%的股份，每年至少给我500万的分成。继续说。目前好像也就这些了，其他的等我想到之后再告诉你。哦，对了，你最好今晚之前就给我答复，否则我要是后悔了不想走了，恐怕你可能这辈子都不会让陈恩再多看你一眼。知道。石兰啊石兰，你可真大方，为了舔孟晨安什么都舍。云柔姐，做女人还得像你一样优秀才行啊！是呀。喂，通知下去，总监云柔被解雇了。老板，你总算心情了。云柔那个女人简直就是心机婊，为了上位各种聊骚，要是让她进了公司的核心位置，那还得了？她能搅得天翻地覆。什么意思？你给我听好了，现在陈安才是公司的大老板，你算老几？凭什么炒我？再说，现在是孟晨安死皮赖脸的纠缠我，而不是我纠缠他。你自己留不住陈安的心，总不能怪我魅力太大了。我劝你最好考虑清楚，如果我不是心甘情愿的走，这辈子都不可能一起。我考虑清楚，不管你愿不愿意，我都不会让一个没能力、没经验、没本事，只会靠身体上的你留在我的公司祸害的。现在，你回房。孟承安，你的真爱就是这样的一人，和你还真是天生一对。石兰，你给我等着！还得是我们石总啊，平时不发威，原来是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呐！哼，云柔这个关系户，要能力没能力，一来就压在我们头上，我也不服，还想给我们脸色看呢。哼哼，结果自己刚来就被炒了。我看传出去以后，谁还敢用他？你给我闭嘴！石兰她怎么回事？
能不能有点分寸，让这么多人都等他？会议时间还没到呢，你急什么？我虽然是石兰的丈夫，但是他这种不把公司、不把各位董事放在眼里的行为，我实在看不下去。既然他这么不上心，大家也不用等他了。陈安，你赶紧把委任 CEO 的文件签了吧，我们接新老板上任。程安，石兰在当着员工的面解雇我，还当众羞辱我。好你个石兰，到现在还敢在公司横行霸道。柔柔，放心，今天一定为你出这口气。今天就让他从公司滚蛋。你打算怎么让我？石兰，你终于知道来了，知道自己捅了娄子，跑来我这儿装可怜求饶了。别以为你低头哈腰道个歉，轻易原谅你。就是，你刚才不是挺横的吗？现在在陈安面前，再怎么装不做也没用。太子，柔柔是我这个 CEO 亲自任命的总监，你竟敢越过我，擅自解除他，你是没把我的命令放在眼里是吗？你的什么命令？你还没上位呢，就迫不及待的滥用职权，把云柔安排到了总监位置，他也配？你什么意思？石兰，我提醒你，是你为了求得我原谅，主动把公司法人转让给我。你的什么命令？你还没上位呢，就迫不及待的滥用职权，把云柔安排到了总监位置，他也配？你什么意思？石兰，我提醒你，是你为了求得我原谅，主动把公司法人转让给我。现在我这手里头里边所有的人听我，你有什么资格公司指指点点？石兰，今天就算你下跪给我道歉，罢了，因为我孟长安不行了。石兰，这是解约合同，上位。孟承安，你终于露出狐狸尾巴了。石兰，你该下台了，我才是这里真正的。孟承安当年连饭都吃不上，是石董拉了他一把，才有了如今的地位。孟承安，是我给了你如今的权利，你要把我踢出门去，不觉得自己有点忘恩负义吗？石兰，要不是我苦撑着这几年，公司早就干不下去了吧？石兰就是踢出局也是应该的，她这种家庭妇女怎么可能一直压在我们的头上呢？石兰，别闹了，你无非还想用这种把戏吸引我的注意罢了。把这份合同签了，就回公司。
是吗？你是不是记错了？我可从来没有说我石兰要把公司转让给你。石兰，你别搞笑了。你为了讨好我，当着面儿把这份转让合同签了。现在我才是这里的掌权人。是吗？这份法人转让协议到底，这公司到底是不是？石总，你终于开价了。一直以来你对他一片真心，他却次次给你脸子，现在更是得寸进尺。算个什么东西？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啊！石兰，又有这种把戏啊！欲擒故纵，吸引我的注意。我告诉你，这种方法不但没用，只会让我增加对你的厌恶。现在，我命令你把这份合同签了。装，继续装，有本事就继续倔，别到时候跪下来给我道歉。陈安，我感觉他今天有点奇怪，他不会真的闹情绪了吧？狗啊，总有摇尾巴的时候。石兰，给你一次机会，选择给你。我还可以原谅你，如果你再敢执迷不悟，就再也别想求得我的原谅。石总，你可别犯我糊涂啊！他对你一直都不是真心的。公司现在是我的了，石兰，如果你现在选择跪下来给我道歉的话，我们还有的谈。我数3个数：3。就知道你绝对会回来求我的。这就对了嘛，女人啊，还是要懂得服软。你看，陈安心软，说不定就分你一套老不小的。石总，你别忘了他以前怎么对待你的。我还以为你的脾气有多硬呢，我还是乖乖回来求我呀。好了，在董事面前把我挺开心了。不然，孟承恩，没有我，你算什么东西？石兰，你说什么？你好大的胆子！你还敢打我？分手，别打人！我打的就是他，他不过就是我身边的一条舔狗。什么资格向我甩脸子？不要太过分啊！再怎么着也不能动手。你算哪根葱啊？有什么资格管我？啊！你想跟他一起混公司？我行了，陈安教训一个不懂事的女人，你插什么嘴？石兰，你一个家庭主妇，不会以为别人真的稀罕你东西。不稀罕就不要花石总的钱，从石总公司滚出去！谁花他的钱了？你没花。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你身上穿的香奶奶，手上拿的名包，不都是他吃软饭拿石总的卡刷的吧？你没花。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你身上穿的香奶奶，手上拿的名包，不都是他吃软饭拿石总的卡刷的吧？给我闭嘴！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就算我花他的钱，那也是他心甘情愿。再说了，能给我花钱，
是他的福分。你们行了，过去的事儿我不想记。我今天来是想说，够了，石兰，你就算再怎样，我还是想尽办法讨你欢心。既然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取悦我，你就不敢摆我一道，跟我闹。我原不原谅你，就看我的心情了。凤晨，你真是没有半点参与。我今天来啊，是要跟你离婚。你净身出户。你要跟我离婚？对，签字。石兰，你真是用了好手段的。我没想到你是这么卑鄙无耻的人。我卑鄙无耻？难道不是吗？你明明知道我今天继任 CEO， 却还在这儿摆了我一道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跟我闹离婚，欲擒故纵，不就是想逼我就范吗？石兰，我告诉你，欲擒故纵的把戏别玩得太过火。我欲擒故纵逼你就范，你想象力怎么那么丰富？是石兰，你现在除了有点权力威胁我以外，你还能做什么？现在到这个份上了，我一旦把这协议签了字，法律立刻生效，到时候你想挽回我的余地都没有了。今天把这个法人转让协议给我签了，然后再跪到我面前跟我道歉，否则休想求得我原谅。孟承恩，我是不是给你脸了？孟承恩，我是不是给你脸了？让你忘了谁是主人？是我以前费尽心思讨好你，但我现在不会了，因为我已经醒了。我堂堂这么大集团的老板，拥有那么多权势，何必在你这么一棵歪脖子树上吊死？石兰，你这是铁了心跟我唱反调是吧？你以为你有几个臭钱就能逼我了？我告诉你，就算离婚了，你的财产我也能分走一半。好，对半分就对半分。这是我们夫妻婚内共同财产清单，我们夫妻名下财产一共20块3毛6，tính下来，你我一人10块18。我们的共同财产怎么这么少？是你把财产转移了？你有证据吗？而且我们谁转移婚内财产？你心里不最有数？石兰，你心机也太深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房子应该是我们陈安的。我不同意。那房子是我父亲留给我，你们若执意要争，那就法院见。反正财产我都转移出去了，那笔钱买几10个房子都够了，闹上法院反而不利。好，石兰，看在咱们共同夫妻的情分上，我把房子让给你。喂，接到举报，孟承安先生，你国外的银行账号里存在大量非法财产，现已全部查封。我的钱全没了，钱全没了。石兰，是你给我下的圈套，我这些年的努力全都白费了。别这么悲观嘛，我记得云柔还有一套老宅，不如赶紧卖了套现，在城里付个首付，供养陈安一家，应当是足够了。你们不是真爱吗？他都愿意拿婚内财产来养你，你难道不愿意付出一点给他吗？柔柔，我知道了，你一定是找不到合适的房产中介，对吧？这我熟啊，我帮你联系，争取今天就帮你过户。不是，喂，房产中介吗？我有一套房子要卖。不是，哦，我明白了，你不仅要卖房，还想连爸妈的车也一起卖掉。好伟大的爱情，房车都卖。石兰，你有什么资格卖我的房子？看到了，这就是你不惜撕破脸也要维护的真爱，口蜜腹剑，只有自己利益的真爱。柔柔，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我给你的，你就不肯为我牺牲一点吗？啊？
什么要为你牺牲？当初要不是看你有钱冤大头，愿意帮我养别人的儿子，你以为我会搭理你？你说什么？你不是我亲生的儿子。那不然呢？你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谁还管你的死？也就石兰这样的蠢货愿意甘心为你付出一切罢了。老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不该背叛你。你看咱们曾经那么相爱，你这次也只是胡闹的，对不对？你看我都下跪了，原谅我好不好？放手，原谅你。女儿有生命危险的时候，你陪在小轩身边。婚内你假借夫妻名义转移共同财产，上位后又迫不及待地扶持小三把我踢走，现在来求我原谅，你未免也想得太美了些。老婆，你相信我，相信我，是云柔教唆我做这件事的，她嫉妒咱们一家幸福，才会让咱们分开。老婆，我以后再也不会了啊！滚蛋！孟成安，我打死你！快起来！听妈跟你讲，我们被赶出家门，心里都丢掉了。你说怎么办？你跟我说句话呀！儿媳妇，看在我们这么多年的情分上，一次机会，给我们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是他，都是他，是他这个贱蹄子勾引我儿子。妈发誓，儿媳妇，我儿子一定会对你好。行了，我们狗咬狗出去咬吧。保安，把这群闲杂人等给我赶出去。不要！不要！兰兰，兰兰，就一次！兰兰，兰兰，我错了，原谅我。以后我会守护好我的一切，绝不会再让任何人有机可乘。